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短期做波段的应该是赚到了点钱。就像我说的，庄家们现在的控盘都太精准了。你做波段，每次能做到个3%到5%的利润，赚到了以后就赶紧跑，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如果说长拿的话，那你买到了以后就不要看了，就等它涨上去，你的利润能够满足你自己了，然后你再抛掉就行了。这个下跌只是暂时的，为啥呢？来，面具人，我教你们一个某个什么爷传授给我的发财秘诀啊，那就是涨了你就买，跌了你就割，牛市来了追牛市，熊市来了喊熊市啊！等等啊，这个套路怎么听起来有点傻逼啊？追涨杀跌，这不就是很多币圈小白们的心理吗？这不就是很多韭菜们的普遍心态吗？你说这个币涨了以后你去追高，然后跌了以后你又割肉，这成啥了？你们看，面具人我操作币的思路是，除非说这个币出现了系统性的风险啊，如果说是市场性的普遍性的大跌，那咱们就尽量拉低均价，或者是在低位做波段，高了以后抛掉，低了以后补仓。按理来说呢，你是不是应该在高位套利，低位补货，对吧？这样你的风险才小，对不对？高位你把它卖掉了以后，你的利润套出来了，是不是你就高枕无忧了？至少都是立足于不败之地了，对吧？那如果说跌下来了，你找机会进场，然后等它涨上来了，你是不是又把钱赚了？可是呢，你好的不学，非要学什么肥仔爷，高了你去追高，跌了你割肉，那这成啥了啊？是不是你在高位买的时候，跌下来的风险更大？然后呢，低位你又把肉割了，不买了啊，涨上去了以后又跟你没关系，你已经自割了，是不是？资金一去不复返，资金一割不回头了啊！你在高位你买了以后，你是不是要承担的下跌风险更大？然后低位你再把自己一自割，然后你又没买啊，涨回去了以后别人赚钱，你就是纯亏嘛，对吧？你别给我说什么项目方跑路不跑路这种话啊！我说的是公链生态币啊，近期我也没有让你们去买任何的项目币啊。那你要说项目方跑路了，那你咋不说地球爆炸了以后我们都得死嘞，对不对？哪一个项目方跑路了以后那个币能活，对不对？大部分都活不下去，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不考虑这种极端情况啊，我们说的是正常生态的币，对不对啊？涨了你去追高，跌了你又自割，这成啥了？我真不知道为何有这种傻逼操作思维的人还能够天天吹自己是名人啊，吹自己有几百个亿，吹自己高买低割赚了几百个亿，吹自己有几套庄园，简直是笑死我了。好，咱们来讲今天的正题啊。等一下，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最及时的财经消息，尤其是政治风险预警啊，而导致了你造成了一些令你后悔的不可挽回的损失啊，那可不能怪我。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这个月的 NFT 抽奖了。那这些 NFT 都是可以卖钱的真金白银哦。好，来讲正题啊。目前比特币跌到了最低是$36,300啊，然后呢，整个市场也都在下跌。雪崩跌到了最低$65左右 ，Matic 跌到了最低是$1.35左右，这几个币的跌幅都比较大啊。当然了，相比于那些什么个项目币啊，那要好得多了。那些所谓的项目币呀，简直是跌得惨不忍睹。是不是面具人？我之前也提醒过你们啊，仔细想想，我在年前的时候都已经郑重的警告过你们，对这些项目币要悲观一些啊，尽量不要去投项目币。为啥？因为今年会出来很多更新的、更能吸引韭菜的、更完善的、更好的商业模式。等这些商业模式出来了，你还在玩那些什么所谓的老项目的话，那你一定是给这些老项目去陪葬的。明白了吧？公链币跌下来了，它还会涨回去啊。可是项目币跌下来了以后，它回去的概率就很低了。就像我当时带你们离开狗狗币，
看，从去年5月离开了狗狗币到现在，是不是证明面具人我的判断是对的？你看狗狗币现在涨回去了吗？能涨回去吗？对不对啊？市场永远都是大浪淘沙，大浪淘金，听懂了吧？好，继续说这个下跌的主题啊。你看，今天整体的市场下跌确实是比较大啊。那这种跌幅也确实是引起了市场性的恐慌。那就有一个问题出来了啊，就是为什么会下跌？现在这种跌幅，大家普遍认为是俄罗斯要攻打乌克兰导致的。那这个仗打不打得起来是一说啊。可是你们仔细观察，西方媒体包括美欧的各国领导人都在极力的渲染战争气氛。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嘛，在这个俄乌战争中啊，所谓的俄乌战争啊，中国目前反而是极力的避免被搅进去。中国已经多次宣布建议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言下之意就是乌克兰最好别内战，不内战了以后就不容易引发战火，不内战了以后就不容易出事儿。然后呢，习近平的联合国特使也在联合国大会上，包括私下啊，也主动找布林肯私聊了，说要和平解决，一定不要使用武力啊！大家坐下来好好谈，千万不要打仗。看，中国这边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明显了，无论是针对俄乌还是美乌还是欧乌啊，中国已经表达了，我不想打仗，你们也别打，大家好好谈嘛，和平解决嘛，和和气气的商量嘛，对吧？说要和平解决，一定不要使用武力。可为啥中国不希望打仗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来，我告诉你，这和中国的高压内卷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你们设身处地的替习近平想一下啊，一旦对外打仗了，习近平对军队的掌控力和对地方势力的控制能力就会降低，因为他要不停的调动来应对战争呀，对不对？咱往历史之前去看啊，国民党当时败给共产党，也是因为有外战才会被共产党钻空子的，对不对？你对外对内两头你只能顾一头，就算你勉强两头都兼顾，那这战争打得好不好，战争的范围有多大，造成的损失有多大，这些习近平都是要担责任的。随便有一个细节的闪失或者是不可控的意外出现，那党内的所谓的造反派或者敌对势力啊，就可以直接拿习近平开刀了，这东西就说不准了，对吧？那相比于打仗，肯定是没现在平稳的发展，让习近平先慢慢的完善他的大数据网格化，数字人民币先，没有这个好嘛，对吧？习近平他善于温水煮青蛙，搞这种洗脑呀、管理呀什么的。你要是说让习近平跟别人硬碰硬啊，打仗，他还真没有打仗的经验，对不对？而且这个仗一旦开打了以后，你说中国站在哪一边？站在美国还是站在俄国的一边，对不对？我告诉你们，美俄都是有能力把习近平拽下台的。只要开始了外战，如果说你不听美国的话，那美国就可以扶持你强力的反对派，把你习近平给拉下去。你别忘了，习近平还是美国扶上来的啊！要不是当时美国不保薄熙来，不保王立军啊，孙立军还是王立军我忘了。那习近平就根本上不了台。俄罗斯也是同理啊，只要一旦开战了啊，美国呀、俄罗斯呀，在你国内给你中国共产党带一个反对势力，就能把你拉下来。而中国人呢，又是那么的激情澎湃，没有什么深度的思考能力啊，谁一带风向就走了。如果说中国一旦开始内斗了，那老百姓的风向是很容易被带偏的。所以中国为什么特别害怕什么境外消息呀、境外敌对势力呀，或者是党内反对势力呀，他要搞监控呀，要搞信息审查呀，不就是因为他怕这个吗？他如果不怕的话，他为什么要防这个呢？对不对？其实中国是很容易内乱的，尤其是习近平现在的这种高压统治，搞得民不聊生，明白了吧？而且现在经济蛋糕明显是不够分的了。党内也有很多势力蠢蠢欲动。如果说美国或者是俄国他铁了心了要支持反对派干掉习近平，
那习近平绝对会被干掉的啊。那我就问你，到这种地步，习近平怕不怕？他绝对怕。所以说呢，在习近平的脑子里，最好是别打啊。俄罗斯目前呢，也不是很有必要开战。为啥？只要北约不东扩，俄罗斯就没有开战的必要啊。而且他还可以大量的卖自己的能源。现在大家都在传乌克兰要战争啦，俄罗斯要打乌克兰了，这样那样的。我告诉你，传出这种消息，乌克兰要打仗的很大的原因也是源自于乌克兰内部他意见不一，有很大的一部分人是亲俄的，当然了，也有一部分人亲欧，也有一部分人亲美啊。所以呢，乌克兰它内部就是一团乱，一团糟啊。我们就先来看看乌克兰它内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说外面的人要去打乌克兰，听明白了吧？俄罗斯它也只是顺应乌克兰的名义，承认了乌东的2个地区的独立，而且呢，是在这乌东2个地区闹了很久了以后，这个事件在这段时间才又被炒出来了。那俄罗斯只是顺势推了一把，俄罗斯它并没有说要攻打乌克兰，都是美国和欧盟还有北约在那儿炒作呢，说俄罗斯要攻打乌克兰了。普京从自己的嘴里面从来没说过他要打乌克兰，听懂了没？咱们站在俄罗斯的利益角度上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嘛。其实乌克兰现在一盘散沙是最好的，只要乌克兰内部意见无法统一，那么他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那这也就符合了俄罗斯的利益，既不打仗，还能够阻止北约东扩。但是美国、欧洲不愿意呀，美欧他确实是想打。你可以看看最近的新闻啊，这个英国也说俄罗斯要打乌克兰了，那美国的拜登都已经提前说了啊，16号绝对开战啊。拜登现在都说了，我确信俄罗斯已经攻打乌克兰了啊。法国还有那些个北约国家都在带节奏，说俄罗斯打乌克兰了，已经打了，绝对打了，已经这个坦克、飞机、大炮把乌克兰炸得不像样了。你们看这些图嘛，哎，看看是不是欧洲、美洲都在带节奏，说俄罗斯打乌克兰了？可是你们想一个逻辑啊，为什么普京自己都没宣布开战，这美国、英国、法国都抢着替普京宣布啊，普京已经对乌克兰开战了？我很确信普京已经打到乌克兰了，普京已经开战了。这搞得普京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开战没开战了哈。看起来美欧比普京还要急着开战，为啥呢？因为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他们现在的内部都是一屁股的狗屎擦不干净，这些领导人也都有想要右转的意思。面具人我早就说过，这些民主国家都会右转，走向极端的保守专制。为啥？因为他们想要维持自己的政治地位，维持自己家族的千秋万代，维持自己的利益。那民主国家你想要右转的话，就必须要借助开战，就跟希特勒德国是一样的，希特勒也是极右啊，而且希特勒也是从民意民主的角度过渡过来的啊，然后呢又维持自己的高压统治、铁腕统治。你们可以想想，怎么样才能让一个民主社会变得极端专制，而且呢能维护这些氏族的利益呢？来，大家想一下啊，看民主国家，就算你是民主国家啊，开战了以后，是不是我作为国家领导人，我就可以勾兑政界、军界、文化界所有的人啊？我完全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勾兑这些所有的人，达成一个利益链条，然后呢，我们站在统一战线，在国内谁敢反对我，一律可以打成特务间谍来处置，多好的，对吧？因为打仗了呀，啊，你谁反对我，很有可能是敌国派来的间谍特务来扰乱我们国家的，让我们国家亡国灭种的。你别说中国人玩这一套对中国人很好使，我告诉你，这一套对全世界各国的人都好使。全世界各国的人都怕被炮弹打过来，都怕被亡国灭种，听懂了吧？啊，亡不亡国是另一说，但是所有的人都怕被灭种。所以说民主国家啊，他玩这一套是对他的统治阶级是非常有利的
但是你看中国不想打，为啥？因为中国它没有必要玩这一套了。为啥？因为中国它目前已经是高压统治，稳中稳了啊！一旦开战，反而还会添加更多的不可控因素啊！习近平他当然就不想打了，对不对？这就是中国不想打的原因。可是你们看，美国想打，欧洲想打啊？为啥？因为对俄罗斯、乌克兰进行高压打仗的话，就会逼迫很多人逃离，不管是当地的居民，还是企业家、商人、工厂老板，还有政客，这些人都会逃离，把钱转移到欧美去啊。这些人他逃离乌克兰，逃离俄罗斯，他总不能说是往中国逃，往朝鲜逃，往伊拉克、伊朗逃吧？他只能是往更好的地方逃，对不对？就跟当年普京扫黑一样，很多俄罗斯人就专门把钱运到德国。他们运到德国也是往德国跑嘛，他咋不去往伊朗跑，往东欧的那些或者往中东的国家去跑呢？他为啥不去呢？阿富汗、叙利亚他咋不去呢？他为啥要跑到德国、跑到美国、跑到英国呢？这是一样的，人往高处走嘛。所以说打仗对美欧很有利，会造成很多资金外逃、工厂迁移，明白了吧？那以前转运资产、转移钱的话，是靠麻袋来运钱，或者靠集装箱来运钱啊。但是呢，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靠互联网了，手机点2下，嘚儿的一声，钱就转走了。你可以在全世界任何国家去进行互联网转移。那既然这样的话，加密货币就成为了很好的资产转移的工具了。不瞒你们说啊，今天大跌的时候，越是跌，我越是来劲儿，我越是有激情。我今天中午就在我的会员群里面宣告了，我会强力抄底儿，想跟的就跟嘛，因为啊，大家来看这张图啊，画黄圈的地方，这种连续的放量已经差不多了。你们可以观察之前的大跌的时候啊，那些红色的放量，它最长能维持多久吗？能维持几天吗？啊，你只要能判断之前的连续放量最长能维持多久，你就大致的能判断一下接下来的起涨的时机了。你可以把起涨的范围稍微再扩大一点啊，你失准一点也无所谓，但是不妨碍你能判断出它上涨的这个趋势，你无非就是利润小一点而已。根据目前的这个数据来看啊，接下来的2天最多3天啊，你往近了看，甚至明天就会起涨的，因为今天下午就已经开始反弹了。不出意外的话，它可能会横个1、2下，再回调1、2下，最多回调1、2下啊，然后就涨上去。而且这个涨的力度啊，会比较的有力，会有一个比较有力度的反弹。所以呢，大家现在上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或者呢，你可以分段向下再挂一点，保证自己现在能接到一点货啊，那也没有什么遗憾了，赚多赚少的问题嘛。那我说的这个操作思路仅限于公链币啊，比如以太坊、AVAX、Matic 之类的。当然了，比特币你也是能买的。咱们就拿 Matic 来说一下啊，你们前天如果说有及时的收看到我的节目了，看我当时让你们在 1.4、1.5 就无脑买，是不是啊？你 1.4、1.5 在那一天买入了以后，是不是它也涨到了 1.65 了？让你吃一波利润还是不错的吧？那我今天依然会告诉你啊，1.3到1.4，你今天就买，你按照这个思路买是没问题的。包括 AVAX 雪崩啊，它是一样的。就像我今天中午已经在会员公告里面让我的会员去抄底了啊，大跌的时候别人慌，别人割肉，你不要怕，你不要慌，你去抄底，你去买，拉低均价或者是在底部做波段套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你们看啊，中午只要买到的人，今天一个下午就能做上5个点到7个点，甚至10个点的利润啊，明白了吧？这就是操作的技巧和你的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的一个体现。如果说啊，你一碰到下跌了就慌了啊，涨了你又激动了，你又去追啊，那成啥了吗？不就成了你爷那个什么爷了啊？我忘了。唉，只要你是面具人我的会员啊，今天跟上节奏了，那一个下午的时间你也赚了，对吧？这就是加会员的好处。你们记住了，最近只买链币，为啥？因为链币稳定好变现，不要去乱买项目币了。今年还没有看到新概念呢，
那你就别急着买项目币，老项目一定是被淘汰的，一定是被送到坟墓的。你要是跟它，那你也进坟墓，明白了吧？不要急，赚钱的机会多的是呢。如果你想要参加我接下来的革新性的早期的新的商业模式的项目，想要获得币的操作点位和志同道合的人进行交流，加入面具人的大家庭去进行非常有趣开放式的讨论。当然了，我也不限制大家去讨论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不管你是支持哪个党你都可以去批判。面具人的群组还是比较包容的，而且呢允许非常多的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去讨论。如果你想加入进来，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又能赚钱又能长见识，而且呢又不贵，无非就是1个月去个健身房锻炼锻炼身体的钱嘛。那身体都需要锻炼，这脑子肯定也是需要锻炼的呀。好，我们下期再见，祝你好运。